发现阿特拉斯已经过去1个月的时间了。这是人类能监测以来发现的第3个系外天体。最近，阿维勒布教授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假设：阿特拉斯可能不是一颗普通的彗星，而是一艘伪装成彗星的外星探测飞船。这名教授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民科，而是发现第1颗系外天体奥莫莫的人，并用概念图描绘了其有名的雪茄形状。他是哈佛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、天文学家，专注于天体物理学与宇宙学研究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天体的相关资料。它的命名为3I 阿特拉斯。阿特拉斯是由夏威夷大学开发，并由美国宇航局资助的小行星撞击预警系统。它是由4台天文望远镜组成，夏威夷2台，智利、南非各1台，每晚自动扫描整个天空数次，寻找移动的物体。I 是指系外天体，它遵循双曲轨道，表明它源于太阳系之外。其路径显示它不受太阳引力的束缚，形状像开放曲线的路径，意味着这个天体只会路过太阳系1次并永远离开。3是第3个发现的天体的意思。观测其亮度，得知它的直径约为20公里，比澳门还要大。截止到7月底，距离地球大概 4.23 亿公里，与地球撞击的可能性极小。之所以有外星飞船或者探测器这个说法，是因为这个新的星际闯入者表现出许多异常的特征。首先，阿特拉斯的轨道奇怪地与地球平行，它位于黄道面的5度以内。在所有随机方向的天体，这种巧合的可能性是2/1000。黄道面是一个狭窄的目标，随机的星际彗星在路过时平行于它的几率确实很低。阿特拉斯的反照率为 5%， 这意味着该天体的直径约为20公里。它对于星际小行星来说太大了。奥莫莫的长度才400米左右。打个比方，如果说奥莫莫是一个探测器，那么阿特拉斯的尺寸应该是巨型的探测飞船了。它的速度是每小时21万公里，是所有有记录的进入太阳系物体中速度最快的，远远超过典型彗星和小行星的速度。在阿特拉斯的光谱观测中未发现彗星气体的光谱特征，或者说彗发不明显。彗发指的是彗星的物质蒸发后形成的云雾状结构，有点像地球的大气层。检测天体的反射阳光有变红现象，且有可能源于物体表面。考虑到物体的运动以及图像在曝光时间内有不可避免的涂抹，在阿特拉斯周围观察到的模糊是什么尚无定论。与阿特拉斯天文台不同的是，鲁宾天文台的观测结果则是显示出了尘埃尾巴的迹象，但奇怪的是，这个尾巴直接指向太阳。通常太阳辐射推动会导致彗星的尾巴指向远离太阳的方向，这可能表明大质量粒子正在向太阳方向喷射，它们质量太重，无法被天体与太阳距离处的太阳辐射吹走，这可能表明存在人工推进系统。对于其轨道参数，阿特拉斯在访问太阳系期间将刚好先后接近3颗行星：金星、火星和木星。这种正好同时偶遇的概率约为100000分之5。阿特拉斯似乎正在避开地球，在到达近日点，也就是最接近太阳时，此天体将从太阳的另一侧穿过，正好阻挡从地球的视线。这期间可能会有暗箱操作，比如对母星传输信号、释放探测卫星等。引用勒布博士的说法，这可能是故意避免在天体最亮的时候被地球用望远镜进行详细观测。阿特拉斯的出发方向是明亮的银河系中心，在2025年7月之前，密密麻麻的恒星使其难以探测。如果天文学家在1年多前就探测到阿特拉斯，那么将有机会发射一艘可以沿其路径拦截的航天器。除此之外，现在地球上没有任何科技能追得上它。结合以上几种疑点，按照阿维勒布的脑洞，大概描述了这样一种假说：某文明先发射一种小型探测器，也就是奥莫莫，用于探测太阳信号，在得到信号以后，又用大型的考察船进入太阳系，
并伪装成彗星的样子，同时尽量避免受到地球文明的探测。这说明该文明暂时对地球没有什么恶意，或者说避免冲突。同时计算好轨道，在经过金星、火星和木星时发射探针。这个脑洞看起来还算合理，但是主流天文学家表示，这个假说是乌鲁观测台以及相关天文学家的工作。奥莫莫虽然没有探测到彗发，但是符合暗彗星的理论，而阿特拉斯的彗尾已经被多方观测确认，并且其光谱特征与远距离彗星一致。勒布教授对彗尾的质疑是对行星科学家基本观测技术的误解。初步表明，阿特拉斯含有大量的水冰混合物和其他的有机物、硅酸盐、碳酸盐矿物质，缺乏气体排放可能是因为距离太阳较远，尚未激活显著的水冰蒸发。盖亚星图记录了银河系中10亿颗恒星的位置与运动。一个叫霍普金斯的团队据此繁衍轨道，确认彗星诞生于银河系的后盘区域。这类彗星早期即被母恒星系统抛入深空，在星际漂泊了数十亿年后才首次靠近太阳系，并且据推测，这颗彗星所属的恒星有 70% 的可能性比太阳系更加古老，大约有80亿年的历史。根据阿维布勒教授的建议，现在探测这个天体唯一的可能性是利用木星探测器朱诺号，在2025年9月14日施加每秒 2.675 公里的推力，可以使朱诺号飞船离开围绕木星的轨道，进入阿特拉斯拦截的路径，并最终在2026年3月14日追上目标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也许有机会仔细观察这个来自银河系后盘区的物体。无论是外星考察飞船说还是彗星说，所有的天文学家都非常兴奋。就算是普通彗星，因为其来自于太阳系之外，也是天然太空探测器，是来自其他星系的物质样本，直接运送到我们的家门口。有机会研究它们，可以揭示行星在其他地方是如何形成的，显示生命的化学组成部分是否在整个银河系中很常见，测试我们的太阳系是否是独一无二的，还是说只是无数行星家族中的一个。由于之前只有2名星际访问者，每一次新发现都是收集更多数据和完善理论的机会。根据计算，如果它不会突然改变已知轨道的话，那么它接下来路过太阳系的过程是这样的：2025年9月，天文学家将在阿特拉斯接近太阳时跟踪它，仔细测量其亮度、成分和轨道。10月下旬，它将穿越火星轨道，距离地球仍然很远，因此不会构成任何危险。11月至12月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它将从太阳后面掠过，暂时消失在视野中。12月起，阿特拉斯重新出现在可观测的天空中，颜色越来越暗，正在返回银河系的途中，并永远离我们而去。无论如何，这颗未知天体让众多天文爱好者都很兴奋。我们期待科学家能在它身上发现什么未知元素、神秘科技或者外星系的远古信息。国外一个网友做了个实时检测阿特拉斯的小程序，我会放在视频下方，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。喜欢的请关注点赞，我是慕容大富，下期再见。